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呢，美帝国主义就是个欺软怕硬的贱骨头，同他们打交道，讲道理行不通，拳头最管用。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乌克兰战争警示我们中国天量的海外资产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无数的网友都在担心这个问题，网络上也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见仁见智的分析。这期节目我们来专门梳理一下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进行防范。不用怀疑，西方国家在收拾完俄罗斯以后，发展强劲与西方又不是一条心的中国必定是第二个倒霉对象。中国所拥有的外汇储备是俄罗斯的10倍以上，这么大的一块肥肉，豺狼们怎么会不流口水呢？中国的海外资产大体上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储存在国外的黄金储备。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22年3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31880亿美元，这里面就包括各种有价证券。这一部分金融资产就包括广受网友们关注的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在2022年1月底为 1.06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是 6.75 万亿，相当于14亿中国人每人持有4800元。此外，中国还有600吨的黄金储存在美国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银行财政部。第二部分是我们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的投资，这里面包括矿山、工厂、房地产、港口、机场、发电厂等等。第三部分是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购买的资产，这两部分加起来也是一个天文数字。2021年9月底，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公报。统计到2020年底，中国企业历年海外投资的资产总额大概是 7.9 万亿美元。另外还有很多中国的公民在海外购置了私有的财产，比如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等。也有很多中国公民在国外的银行里存了现金。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部分的数据很难统计清楚，但是数量也是不小的，也应该算作中国的海外资产。中国的海外资产是中国人民多年来艰苦打拼、辛勤劳动的积累。之所以在海外存在，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中国对世界经济繁荣的贡献。令人不安的是近年来围绕着中国海外资产的风波是起伏不断，一些中资企业在海外动乱中往往损失惨重，这些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背后往往有美国的影子，大多是西方势力怂恿和组织的。他们就是为了阻止中国经济走出去，阻止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实施，阻止中国的崛起。美国组织西方阵营国家编造借口对中国的海外资产进行直接的侵害是完全有可能的，特别是如果中国发起统一行动，他们一定会动手。4月20号有媒体报道，美国在研究怎么才能把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用在中国身上，比如说扣押没收全部中国央行的海外资产会有什么影响？扣押没收全部中国商业银行的海外资产又会有什么影响？敌人已经在磨刀了，中国怎么办呢？我认为有这么几条措施。一是立即减持美国的国债。俄罗斯用将近10年的时间把自己所持有的美国国债从1386亿美元减持到俄乌战争爆发时候的24亿美元。我们必须尽快尽量的抛售手中的美国国债，一方面打击美国的经济信心，另一方面为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制裁做准备。第二，要努力的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去美元化是中国无可回避也无需回避的问题，都已经撕破脸了，没什么好回避的。那么就是要去美元化。
那我们要充分的利用这一次乌克兰危机给人民币的国际化带来的有利契机，建立完善人民币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争取将来与 SWIFT 切割的时候，我们主动权依然在手。第三点，最关键的就是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建设。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是宪法赋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使命任务，军队必须尽全力的加强作战能力的建设。解放军的能力边界必须覆盖国家的利益边界，解放军的活动空间必须由境内向境外、海内向海外、航空空间向航天空间拓展，必须占领网络空间、舆论空间的制高点。最后关头拼不拼得过美国，主要还是看我们手中的枪杆子硬不硬呢。另外呢，我们还要发动全体老百姓的想办法，来研究应对美西国家制裁的高招。这个在军队里面叫军事民主，在社会叫人民战争。人民群众的眼睛呢是雪亮的，人民群众的智慧也是无穷的。新时代的人民战争一定会将反华势力打得落花流水。当然，所有这一切措施都是基于我们中国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取决于我们中国的全体老百姓能不能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与敌人做最坚决的斗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呢，美帝国主义就是个欺软怕硬的贱骨头，同他们打交道，讲道理行不通，拳头最管用。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